大家好，我是晴晴。膝盖不好的朋友们，我教你一个绝活，5个小开关，把你的膝盖打开。如果你的膝盖上面经常感觉酸酸的、凉凉的，里面小月小板1度、2度、3度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而且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整个膝盖就像注满了这个润滑液一样，活动起来轻松无比。我经常给朋友开个玩笑我说你看你这个膝盖如果说你感觉60岁的做完这5个小开关变成50岁，50岁的变成40岁，平常感觉这个小膝盖只能怎么样弯弯曲曲的，不能伸直的，做完以后发现神奇的你就能升级了。为什么这5个小开关我会这么自信呢？因为这5个小开关来自于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的一个拿手绝活就是一个腰一个腿，所以呢，这个小开关我传授给了很多人，都教他们方法，他们做完以后就竖起大拇指，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5个小开关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一下子记不得，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同时呢，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我一波，给视频点个赞。我们现在来讲内容，朋友们，我拿我的右腿来作为演示。那咱们自己做的时候是坐在板凳上面除了第5个小开关，咱们要把裤子掀起来，其余4个是不用掀裤子去做这个动作的。但是我为了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把裤脚撩起来。我们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所有朋友们看好了，我把我的腿掀开来，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盖子，咱们把它称之为髌骨你看这个位置，老师画出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圆圈就是一个小盖子，我就把它画成一个圆圈。然后呢，我们5个小开关都会围着这个髌骨这个髌骨很多朋友都不了解，其实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就知道，你把腿伸直，这里刚好就一个小盖子，你的手呢就可以这样卡着这个髌骨的上下缘，然后向下去活动一下。正常的它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你活动起来不仅不会发出声音，你也不会有这种嘎哒嘎哒现在搓衣板一样的声音行走的感觉如果你上下滑动的时候就这样抓着它，上下滑动的时候，一个是感觉紧的，你看这样滑不动，或者感觉这一滑动哎呦呦的，里面有一些酸有些胀甚至你一滑动里面有一些像搓衣板一样的感觉，那你就要注意了。这5个小开关我建议大家每周做上个3、5遍。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咱们找2个眼刚才我们画出来一个盖子，在这个盖子下面有2个眼睛把它找出来，就这2个地方。这2个眼是什么眼呢？我们称之为内吸眼和外吸眼，它也是我们这个小盖子的一个环形的轨道。你们很多朋友做起来以后会有着这种咯哒咯哒的声音，这是因为这2个眼当中它里面堵了一些东西。我们双手就这样，你按点住这2个眼，你们自己做的话就坐在座位上做就可以了，然后用手点住这2个眼，点住2个小凹陷的地方，自己这么转一转，感受一下，感受一下里面是不是感觉冰凉冰凉的，感受一下里面是不是感觉有些小疙瘩咕隆咕隆的响。如果有的话，其实这就是我们滑动起来为什么会有搓衣板的原因了，咯哒咯哒的，包括很多朋友腿一伸直就会咯哒咯哒的响，都是这样的原因刚好这2个眼就是2个凹陷的地方，我们把这里转一转，慢慢的用力，用上4、5分力把它转开。什么叫转开呢？你自己数到15秒到20秒左右，慢慢的把力量渗透过去就可以了。当你把这个点给转开以后我们手是成这样，你看上面这个手在这里固定，往上固定就行了。下面这4个手指往上拉，往上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最重的一条腿左边不好就做左边，右边不好去做右边，选择最重的一条腿。你别看这个动作简简单单就这么拉一拉，做完10下、15下，腿活动一下，就这么简单。你会发现你的腿稍微轻了一些，上面的大石头给卸掉了一半，还不着急这个才是第1个步骤。第2个步骤是哪里呢？我们的小盖子上下有2根绳子是这么连着的然后这底下有2根，这上面也有2根就这样画出来这上面有2根，
这底下有2根，你们把手放在底下跟上面哈，就这样动一动，你能感觉到下面有个绳子很明显，上面这个绳子呢就不是很明显，但是上面这个绳子如果紧了，咱们刚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里就推不动了哈，而且上面绳子紧了，就会造成我们里面摩擦的力度增大，摩擦力度增大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讲的小月小板哈，1度、2度、3度，内角、外角，对不对？都和摩擦的力度有关系。那这个点我们怎么去解呢？这样去用手指按力度显然是不够的，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摸着我们手肘下方有一个硬硬的点哈，这个点叫做鹰嘴，把你的鹰嘴怎么样啊？就这样按在这里，对着我们上面这个小绳子，就是小盖子上面，你看往上走，就这个位置。有个小绳子这么对上去，对上去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微微的这么转，转上多少圈呢？大家记住哈，转上一个4到5圈，你能发现随着你越来越转，你里面呢怎么样？越来越酸，越来越有感觉哈。当你感觉到最强烈的时候，你的手肘的力度已经渗下去的时候，我们前后这样去推哈，我们就是前后推。大家注意看，当我推的时候，你看我这个小盖子啊，很多朋友就说，老师，你为什么你那个手要成一个 C 字形卡在这里呢？你看，如果我单手去做的话，那前后去推，你会发现手很滑，左右还没有办法集中用力。但是我们把这个小把子当成一个托盘了，就这样把它往这里一放，你看这么一放，把它固定住了。随便怎么去推，你都能保持足够的一个方向发力哈。我们就这样去做好。当你把这个动作去点上一个15秒钟以后，你会发现怎么样？腿上再活动啊，轻松多了。原来很多朋友做完以后，小盖子再测试啊，能移动起来了，非常的惊讶哈。不用急，这才是第2个小开关啊。那第3个小开关是在哪里呢？你看好，我们大腿内侧这里哈。我们大腿内侧这里哈，还有我们大腿外侧，左右各一个大圆圈哈，就这个大圆圈，这里有个大圆圈，这边也有一个大圆圈哈。如果你把这2个地方想成一个绳子，左右都有，当它左右不均匀的时候，就会带动着我们的腿做一个什么啊？向内或者向外哈。向外的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外八字；向内的话呢，就是内八字。你会发现男士啊，一般都是向外的多，女士一般都是向内的多。而且这个向内，你在它发力的时候就能明显看出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自己关注一下膝盖有没有往内侧或者外侧偏移的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讲的这个动作就叫调衡哈，也把它称之为膝盖上的4轮定位哈。怎么做这个定位呢？来。我们手这样交叉，我们就这样一捏，你看这么一捏，把它捏住，有一个向上聚的力，感觉手握成一团肉，向上提起来。好，握住这团肉以后，很简单的哈，这样前后动，手上的力不要松，握着它前后动，然后动完之后再往上提，往上捏啊，然后再握着它前后动。这就把我们2条筋，左右2条筋啊，给它松掉了。动多少秒呢？15秒到20秒哈，稍微费点力。咱们坐在板凳上就能做这个动作哈。我是为了演示，所以我站起来跟大家去做这个动作。好，来把这个地方做上15下以后，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哈，再去把你的腿怎么样呢？活动一下，哎，发现腿又轻了，又变得轻盈多了哈。而且到这一步以后，很多朋友会发现，咦？我的腿里面发热了，里面有一些感觉舒舒服服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把这些筋筋结结给它打开了。如果大家做到这一步感觉有用的话，看到现在来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给咱们打上有用2个字哈，这2个字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好，第3步做完了，第4步在哪里了？下面这条小马路哈，看到没有？我们腿下面这里有一条小马路哈，这个位置有一个小筋。看到没有？我们手就上下动，用我们的掌根这样上下动，大概也是动到15秒到20秒。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哎，我们4周基本上就给松开来了，对不对？好，这4步做完了以后，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重要的一步哈。这一步是什么呢？就做翻，把里面不好的东西给它请走。
把好的东西呢怎么样把它引进来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在种地的时候要把泥土怎么样给它翻开来，不然的话好的东西进不来，不好的东西出不去，是不是？那怎么样去翻呢？非常简单，你把腿伸直，手捏着我们膝盖上方的这个皮，看到没有？捏住这个皮哈，前后动一动，左右抖一抖哈，往上提，一直往上抖一抖，捏着，再往上捏一层，就这样，就一直从这里捏，往左右抖一抖，然后上下提一提，就这样捏起来，然后再来到上一层，再把这里的肉捏起来，再把这里的皮捏起来，也是左右抖一抖，上下动一动，然后再往上一点，再捏一层皮哈，看左右抖一抖，上下做一做，做上几遍之后呢，然后再往上这里再捏一层皮哈。每个地方捏起来大概做个3到5遍哈，左右抖一抖，向下做一做哈，一直捏到我们盖子上面这个位置哈。好，从盖子这底下这里一直捏到盖子的上面这里啊，这个位置，这个皮只要翻开来以后啊，哇，里面真的是热量从里面往外渗。但是你会发现做这个动作，有些朋友他这个皮啊是捏不起来的，捏不起来，他只能捏着那么一点点，或者是完全捏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讲身上的水水湿湿会往哪里走？它很重，会往下方走。一般来说，如果是捏不起来，它就是水水湿湿和我们的小寒气啊就重了。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这些地方啊，它粘得很紧很紧，就捏不起来。但是没有关系，捏不起来的朋友们，第5步怎么做？从下往上这样抓哈，扒拉着往上爬，往上抓哈，把这个地方给它翻开来，这样去做啊。做多少下呢？你自己去数50下哈。如果你能捏起来，你就按捏起来的做；捏不起来，第5步就这样做，用我们的手指啊，大拇指固定在这个位置，然后用4个手指一直这样往上抓，往上捏哈，往上爬。给它扒开以后啊，好，这第5步做完以后，来，所有朋友们，请你们活动一下你的腿部，因为我说过，最好的答案不是从我嘴里讲出来，是你们的身体给你们的答案。把腿活动一下，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你的膝盖是不是加满了润滑油一样的感觉。你如果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你会给咱们的视频点上1个赞，同时呢，也会把你的感觉写上去哈。5个小动作经常做一做，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啊，原来可能有一些咯哒咯哒响的，上下楼梯啊，咯哒咯哒响的，有容易软的小风啊，这个换季天啊，刮风下雨，小风小寒往里面窜的，哎，做完这5个小动作以后，逐渐的发现这个什么上面的小窗户啊给关起来了，小风小寒也进不来了哈，这个地方也不会感觉1年4季在续冰窖里面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这个方法一般来说都是不告诉别人的，但是呢，在晴晴这里可以把这个方法尽可能详细的讲给大家听，希望能帮助到每一个人。我最后还是建议大家把咱们这条视频收藏下来，因为5个步骤里面有不同的细节，我担心大家记不住，到时候步骤做乱了，做不好了，可能就找不到第一次跟着视频做的这种很完美的感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把它收藏下来，没事的时候怎么做一做啊，也希望大家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转发或者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们，你的每一个小举动就会帮助更多的人。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晴晴，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